你在玩遊戲的時候，是否會好奇遊戲這種畫面是怎麼呈現到你眼前的嗎？就像影片中的畫面一樣，可能會知道它有個模型，有個燈光，然後更懂行的人可能會知道 material 或是 shader、lighting 等等的專有名詞。但你知道它們運用在哪個流程，以及這個流程是怎麼跑的嗎？大家好，我是技術人 Ron。今天這支影片要帶大家快速了解什麼是渲染管道 （Rendering Pipeline），以及為什麼 Unity 要分成 Built-in、URP、HDRP 三種不同的渲染管道。我们今天就講最基礎的概念，並且說明一下一般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常遇見的效能問題。首先說明一下什麼是渲染管道。簡單來講，這個就是電腦將三維模型顯示到二維螢幕上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這張圖，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一個流水線，有一個標準的流程在處理畫面，並且最後會生成一個 frame， 這整個流程就叫做渲染管道。但是這邊要特別注意，這邊跑完一次生成一張 frame 通常只需要十幾毫秒，我們通常是用 ns 來表示，所以1秒鐘可能可以跑個60到150張。這個數字會依據硬體規格或是遊戲的設定而定。那這個1秒跑幾張的意思，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FPS frames per second 的意思。另外補充說明一下，我們在遊戲中常常會說遊戲卡卡的，會用 lag 來表示。其實有時候這樣說並不精確，正確來講，我們會稱之為效能瓶頸 bottleneck。你可以想象這是一個大的管道，當其中一個關卡突然卡住，導致處理所需要時間上升，自然而然就會降低整體的 FPS， 這就是瓶頸的由來。那我們後面也會說到為什麼這樣會造成效能的問題。OK， 那我們接着來說明一下這條管線是怎麼運行的。首先，我們開始處理畫面的時候，都會先由 CPU 將需要的物件進行統計，畫面上有哪些物件需要渲染，哪些物件需要剔除，並且將這些物件的繪製指令送出，我們稱之為着扣。那我們這邊會遇到第一個常見的效能問題，就是場景上的物件太多，導致效能瓶頸。那新手最常犯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場景上有多個攝影機同時啟用，並且沒有做開關，這就會導致你着扣暴增。這是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如果你有一台攝影機盯着畫面，着扣是100，那2台同時開啟就會是200的着扣，以此類推，數量就會往上疊加。因此我們會盡量降低需要渲染的物件數量，所以在引擎送出着扣之前，都會做一次 cooling 剔除。最常見的就是視錐剔除 Fluster Cooling， 意思就是只渲染攝影機設定範圍內的物件，就像畫面上這兩張圖一樣。第一張圖是遊戲全部場景的樣子，那第二張圖就是開啟視錐剔除後的樣子。可以看到畫面中只顯示攝影機範圍內的物件，但是呢，有一種瓶頸狀況是這樣的：你的攝影機範圍設定得很大，連牆壁後面的東西也計算在範圍內了，但是牆壁後面的東西在你的畫面中你也看不到。這時候如果不想要調整攝影機範圍的話，就會需要類似 Unity 內建的 Occlusion Cooling 的功能，這就是所謂的遮擋剔除。這功能會幫助我們剔除掉那些被擋住的物件，看起來就會像是畫面上這張圖的效果，這樣就會大幅降低着扣的數量。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實際比較的效果。上面這張圖就是沒有開啟遮擋剔除功能，可以看到它有200多個 batch， 但是開啟之後直接降到62。那這個 batch 就是我們說的着扣的數字。接着我們可以看一下實際運行的時候，你會看到 FPS 的數值有浮動。最明顯的就是我看向空曠處跟我看向景物的時候， FPS 相關的數值就會差距很大。這邊還要特別注意，除了 batch 數以外，也要注意 trace 跟 rector 這兩個數字，這是畫面中模型總共有的三角面跟點點數，以及這個 set place call， 這是 shader 運算的次數，這也會影響到運算的效能。不過它屬於 GPU 的環節，這個我們待會就會說到。OK， 那我們就接着看 GPU 的部分。GPU 這邊注意的事情主要就是將畫面上色。那至於怎麼上色呢？我們就一步步來說明。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幾何處理。這個步驟的核心概念就是將3維的物件計算成2維的畫面，但它不是單純的把物件轉成平面，它還會保留立軸的深度，用來後續判斷渲染的順序。這邊可以看圖會比較好理解。另外這邊特別說明一下，有一些 shader 是有帶有頂點控制效果的，我們會稱之為 vector shader。這個 shader 也會在這個步驟被呼叫，一併計算頂點的位置。那這個地方就會遇到第二個常見的瓶頸，通常遇到問題就是模型的頂點數太多，因為它會把畫面中物件上的頂點都計算過一次，所以頂點數越高，計算成本就越重。那一般來講，我們會限制模型的面數來避免這個問題，或是利用 LOD、PC 運算、GPU Instance 等等的來優化這個問題。那關於這些專有名詞，就牽扯到效能優化的部分，這個有機會我們再做影片來說明。
接着第二步，光柵化。上一個步驟只是將每個點的位置給計算出來，在數學上它還只是一堆點，還無法直接顯示。而光柵化這個步驟，就是把這些畫面上所需的片段給計算出來。不過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計算出來的是 fragment 片段，它不是像素，它還帶有深度、UV、髮線等等的資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下一個步驟要填色的容器。那這個步驟就是為什麼畫面中會有出現鋸齒的原因，因為這個階段是從向量把它轉成點陣圖所需要的格子。這個如果要修的話，就要等到後處理的階段才能用抗鋸齒的方式把它消掉。接着下一個步驟，着色，一般我們會稱之為 pixel shader 或是 fragment shader。那這個步驟就是一般人稱之為 shader 的部分。不過這邊另外要特別說明一點，很多新手普遍也會將 shader 稱為 material 材質球，這其實是錯誤的講法。正確來講，材質球屬於 shader 的從屬關係，兩者並不一樣。你可以把 shader 想象成一個運算邏輯，裡面有非常多的參數可以調整，但是你可以把這個 shader 套用在不同的材質球上，讓它有不同的質感。我們就舉一個最常見的案例 PBR shader， 它的全稱是 Physically Based Rendering， 基於物理光照渲染的着色器。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它可以用一個 shader 去做出金屬高光，或是塑膠，或是木头等等的材質球，但它其實都是用同一個 shader 而已，只是上面有非常多的參數可以調整。那這部分有機會我們再做影片來仔細說明。OK， 回到渲染管道上，這個階段就會去把上個階段切好的片段，根據 shader 的貼圖取樣、光照、反光、陰影等等的效果，去計算出每一個片段的顏色，最後繪出 RGB 的顏色。那這個關卡就是絕大多數瓶頸的來源，基本上都是偏向渲染費用太貴的問題，比如場景中有非常多的即時光照、高解析度、大量透明的shader等等的，這都會導致運算非常的吃效能。其中透明shader這一點，我想大家常玩遊戲的時候會遇到一個狀況，比如說當敵人大量死亡的時候，會噴出大量的煙霧、火花、道具等等的，這一瞬間就會有大量透明的物件需要計算，因為半透明的特性，所以它其實不管你有幾層，它是每一層都要去計算，這就會導致畫面被卡住。那到這個階段，基本上已經把 3D 物件給計算成2D 圖片了。接着下一個步驟，後處理。這個步驟不一定每個場景都會有，這個比較常用來處理畫面上的一些其他的效果，比如整體的調色、光暈、動態模糊等等的。就像畫面這種丁達爾的光影效果，就是後處理做上去的，屬於特效類的範疇。那這邊效能瓶頸最常出現的問題就是開太多後處理的效果，以及畫面解析度開太高。因為每多開一種處理的效果，它整個畫面就要重新算一次。如果你的解析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效能也就跟着變高。OK， 那最後還有一個步驟 UI， 這個通常都是等畫面渲染完之後再把 UI 合成上去的，所以它會算在最後一個步驟。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如果你用的是 World 或是 Camera 模式的 UI， 它就會被當成 3D 物件計算，只有 Overlay 的 UI 才會在最後合成完畫面後再貼在畫面的最前面。那這邊再補充一點常見的誤區，我自己也誤會蠻長一段時間的，那就是 3D 畫面合成的時間點。我以前一直認為在頂點處理階段畫面就已經合併了，但實際上不是，因為在這3個階段內都沒辦法清楚的判斷每個模型的邊際線在哪裡，所以只能等全部都算完之後，再依據深度去將畫面合併起来。所以這也會解釋說，如果你的模型有10幾萬面，但是它在畫面中只露出一隻手，那它還是会整個被渲染出來，再裁切。因為它在 Pixel Shader 的階段結束後，才會根據深度來做畫面的合併。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玩一些 FPS 的遊戲，你把它模型拆開来看，就會看到它握槍的那個手只有一個手的模型而已，因為其他部分都看不到。如果做在一起的話，它就會一起被渲染出来。好了，那到這邊基本上渲染管道的流程都講完了。那一定有人會好奇，Unity為什麼要分3種渲染管道呢？會這樣分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要讓使用者選擇適合的渲染管道。其中 Built-in 是最老的內建管道，它沒辦法客製化修改，所以 Unity 預計在 6.5 版本之後逐漸淘汰掉這個舊的管道。那取而代之的就會是 URP 跟 HDRP 兩種管道。那這两管道它的定位也很清楚，高階 PC 或是主機遊戲的可以用高畫質的 HDRP 的管道，那一般中小型遊戲就可以用 URP 的管道。但我必須說一下，如果你的專案需求很簡單，比如說像超休閒遊戲 Flappy Bird 或是憤怒鳥這種的遊戲來說，其實繼續用 Built-in 也沒關係。像我自己在做一些2D 類的小遊戲，還是都用這個管道。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管線的差別呢？有2個主要的原因。知道這些會幫助你在開發時省下不少的麻煩。第一個，Unity專案如果要在中途切換管線的話，會很麻煩，可能有一些shader不支援，導致你要花很多時間去修正，所以才會建議開發前就先決定好要用什麼管線。第二個，呈上點，你在 SS-DOS 上會看到這個素材支援什麼樣的管道，如果不支援的話，你抓下來就會是粉紅一片。那這也可以幫助你避免你買到一些不能用的素材。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